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：凡者，道之动；弱者，道之用。万物运行皆有其规律，阴阳交替，盛衰更迭，就像春去秋来，潮起潮落。每一次社会巨变都不是偶然，而是宇宙规律的显现。2025年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节点，01周期更迭，大势将至。已经云：天地之数50，其大盛必衰；日月之数百，其大盛必舍。这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：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致，必然会向反方向转化。就像一个钟摆摆到最右边时，必然会向左摆回。一位研究周易几十年的大师最近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：人类每隔500年必有大变，每隔50年必有中变，每隔5年必有小变。2025年恰是3变叠加之年，我们正处在多重周期的叠加期，经济周期正在经历大转折。过去10年，全球经济靠宽松货币政策维持增长，资产价格不断攀升。这就像一个人透支体力狂奔，终有力竭之时。当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就会像压缩的弹簧，终将反弹。科技创新周期已到临界点， AI 革命如同当年的工业革命，正在重塑整个社会生产方式。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，更是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。就像春天的第一声惊雷，预示着万物复苏的开始。社会结构也到了转型期，人口结构的改变就像改变了一个天平的重心，必然引发整个社会的再平衡。新一代人的价值观、生活方式、工作理念都在悄然改变，这些都在孕育着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。02危中有机，变局之下的玄机。每一次社会巨变都像是一场大雨来临前的天象，理解这个规律，就能在变局中抓住机遇。第一个现象是旧势力的衰落，这就像一棵大树的老枝在凋落。传统行业的衰退并非坏事，它为新生力量腾出了空间和养分。历史上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伴随着旧产业的消亡和新产业的崛起。看看当年的柯达公司，曾经是胶片行业的霸主，却在数码时代轰然倒塌。这不是一个企业的悲剧，而是时代周期的必然。那些依靠传统模式、拒绝创新的企业，正如秋天的落叶，注定要归于尘土。第二个现象是新势力的崛起，新兴产业的成长，就像春天破土的新芽，它们可能现在还很弱小，但却蕴含着巨大的生命力。想想10年前，谁能预见到今天短视频平台的繁荣？谁能想到 AI 能够如此改变我们的生活？一位企业家朋友曾经感叹，2015年时，他们还在坚守传统制造业，对数字化转型不以为然。
等到2020年不得不转型时，才发现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。这告诉我们，在变革时期，守旧就是最大的风险。第三个现象是社会结构重组，这就像一个生命体的新陈代谢，旧的细胞死去，新的细胞生长，整个生命体才能保持活力。我们正看到全新的就业方式、居住模式、教育体系在形成，远程办公、终身学习、共享经济，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改变，而是社会进化的表现。03，顺势而为，把握天机。孙子兵法云：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面对这样的大变局，聪明人都在默默布局，为未来做准备，心态调整。很多人在变革期容易焦虑，这就像在大海上遇到风浪时惊慌失措。真正的智者会像老船长一样，越是风大浪急，越要保持冷静。记得有位投资界的前辈说过，市场最恐慌的时候，往往是最好的机会，但前提是你得有看清本质的智慧和承受波动的勇气，能力提升。在这个时代，最危险的不是你不知道某个知识，而是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。那些只会一招吃遍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就像古代的武林高手，不仅要练好内功，还要广结善缘，这样才能在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。布局谋划，聪明的棋手永远着眼于全局。2025年开启的新周期，最核心的机会在于产业升级和财富重构。那些提前布局新能源、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的企业和个人，就像是在星空中占据了有利位置的星辰，必将得到时代的眷顾。04，否极泰来，新机遇新格局。已经强调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，不是简单的产业机会，而是整个文明形态的跃升。就像我们站在一个巨大的分水岭上，向东是旧世界的落日，向西是新世界的曙光。在产业革新方面， AI 不仅是一个技术工具，更是一种新的生产力。它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，将重塑整个生产体系。一位科技公司的 CEO 告诉我，他们用 AI 改造传统工厂后，生产效率提升了300%，这才是真正的革命。在财富重构方面，新的财富版图正在形成，传统的物质资产正在贬值，而知识产权、数字资产、创新能力正在升值。这就像一场无声的财富重分配，胜者往往是那些最早看懂这个趋势的人。在人才发展方面，未来的人才标准已经改变，不是看你拥有什么知识，而是看你学习新知识的能力。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，过去的人才像一棵长成的大树，
而未来的人才要像一颗种子，能够不断生长，不断进化。在这里给大家一个重要提醒，记住，大运来临前必有磨难，这些磨难不是惩罚，而是考验。就像一个运动员在大赛前需要艰苦训练，只有经过淬炼，才能在机遇来临时抓住机会。红尘世界，每个人的命运都不相同，有人一生顺风顺水，大富大贵，有人一生波折不断，困苦劳累。然而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，一个人想要逆天改命，迎来自己的大运，是完全可以改变的。所谓大运，其实并非是天命的突然眷顾，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合力演化，是你在某个特定时刻蓄积的内外能量与机缘相互碰撞的结果。因此，大运并非来自外界的突然降临，而是你通过不断的自我修行与内在的升华，最终吸引来的命运转折。这就需要你有相当大的能量，要先修出来，要觉醒融入，要真正生出爱，要把自己融入生活。比如学会闭嘴，学会自度，学会取舍，学会创造和改变。当你内心的能量不同，你表现出来的磁场和气场就会不同。如此，以前的一切境遇都不会再发生内耗了，所有的缘都开始助力你，真实不虚。天，敬畏与顺应宇宙之道。天代表的是宇宙的法则，自然的规律，命运的轨迹。想要迎来属于自己的大运，首先必须敬天，即对宇宙的规律、天命的安排保持敬畏之心，了解自然法则，顺应天命，不与命运抗衡，而是从中找出一个最佳的路径。在现实中，这种天可以是指我们的行业方向、人生选择、事业发展等。每个人的命运都与特定的天象、气运、地理位置等因素息息相关。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尊重宇宙的安排，理解并认同它的自然规律。这时你便能够抓住属于自己的大运，比如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，选择进入一个与自己命理相契合的行业或领域。真正的天道是无为而无不为，是守之，万物自化，不欲天下自正。无论是自化还是自正，都是生命在一种有序状态下自主自在的意志和行为，只引导生命应去往的地方，但不过度干预生命的本真和自然状态。如此一来，我们自然能够运用天道的智慧，在纷扰的世界中保持淡泊明志，避免争执与竞争，不纠缠于胜负得失。地，环境与能量场的转化。地，代表着我们所处的环境。要知道，我们人类并不只是生活在一个物理空间中，更在一个充满能量场的环境中行走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地理位置、城市选择、
生活圈子等，都对我们命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。能量磁场越大，越好运，境随心转，相由心生。当一个人的状态越好，他的好运会越旺盛，因为他的能量和磁场就像一块磁铁，吸引着同频同品质的人。所谓的你是什么人，就会遇见什么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把一切的秩序调整好，加强巩固和谐磁场，这才是吸引外在的能量源头。切莫本末倒置。好的地理环境能够提供丰富的资源与精神滋养，而不利的环境则可能造成运气的受限。在大运到来之前，你需要审视自己的生活空间、工作圈子和人际关系，选对环境，加入有利于自己成长与发展的圈子，能够大大提升你的能量频率与运势。在家庭生活中，这中地的调节同样至关重要。家庭不只是一个栖身之所，更是你能量的发源地。无论是亲人还是伴侣，和谐的家庭关系将为你提供强大的支持与安定的磁场。调整好家庭内部的关系，平衡好与另一半的互动，是你迎接大运的重要一步。人内在的觉醒与外部的和谐，人是大运的核心。所谓人，就是你自己，是你内心的修为与外部行为的统一。没有内在的觉醒与提升，你将无法遇见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和事。无论是工作中的合作伙伴，还是生活中的知己，只有当你通过内在的觉醒，提升自身的频率和磁场时，才会迎来对的缘分与机会。所以要改变命运，首先从改变自己开始，从内到外修炼自己，清理掉无意义的关系，断开无效的沟通，远离低能量的纠葛，就是远离负能量的侵蚀，能够保护自身的情绪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。远离并非冷漠，而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。学会管理情绪，保持身心健康，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这是为了让你有足够的空间去接纳新的机遇和能量。所以内心的平静与清明才是接纳大运的前提。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，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，都需要从修开始。通过不断的自我觉醒与内在修为，你将会自然地吸引到合适的伴侣与合作伙伴。那些不合适的人或事，终究会在你修炼的过程中逐渐远离，而合适的缘分则会在不经意间降临。修行与反思，清理、调整与升华。大运的来临并非突如其来，而是一个内外修炼的过程。要迎接大运，首先必须让自己具备足够的内在能量与智慧，这要求你对自己的生活、习惯、思想进行彻底的审视和反思。一方面，你要清理自己内心的杂念和负能量，消除一切拖累你前进的因素，也就是说，
要把自己彻底清理干净，断除一切无意义的沟通、缘分，断绝与过去的无谓纠缠，让自己成为一块清净无瑕的净土，才能接纳更高频率的能量与机缘。另一方面，你还需要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修复身体的健康，改善不良习惯。身体是灵魂的载体，只有保持身体的健康，才能确保内在的能量不被耗散。调整生活中的一切秩序，修复与家人的关系，提升内在的和谐，都是你迎接大运的必备条件。人生本就是一场修行，请不断修炼心态好了，什么事都不是事，格局大了，越能容纳所有事。芸芸众生，人与人的区别，表面看是性格的区别，实则是内置的能量和磁场的区别。所以想要心随所愿，活出自己，想要逆天改命，就要不断修炼能量和磁场。成功的法则，专注功德与奉献。这世间不明白道的人，他在德上是空虚的，懵懵懂懂，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怎样，所以也不怕造恶。甚至很多人的生活就是及时行乐，而明白道的人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，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这世间每一天都要做些什么。他会想尽办法，用自己的生命去利益众生。这样的人，他在功德上一定是圆满的、具足的。他们明白，自己猛烈做功德，就是为了超过业力，因为干不掉业力，你就会被业力干掉。在迎接大运的过程中，专注于功德和奉献是不可或缺的要素。成功的道路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在不断的修行、磨砺中逐渐清晰，找到自己的特长和兴趣，并在这一领域深耕细作，是每一个成功者的共同特点。无论是修行中的功德，还是生活中的奉献，都是通向大运的重要途径。当你找到自己的使命，并全心全意投入其中时，命运的转机便悄然而至。大运之所以来临，往往是因为你之前埋下了足够多的努力与付出，终于在某个时刻结出了丰硕的果实。大运的到来并非偶然，它是内外合力的结果。通过自我修炼与内在觉醒，你将不断提升自己的能量频率，吸引更多的机缘与好运。在你准备好迎接大运之前，你需要做好内在的修行与调整。当你内运已足够强大时，外运自然会与之相应。在这时你会发现，大运并非是外在环境的偶然馈赠，而是你内在修炼的必然结果。命运的转折不是突如其来，而是通过你长期的自我修行与觉醒，终于迎来了那个适合自己逆天改命的时刻。2025年，你的大运即将到来，准备好迎接它吧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会越来越好。
愿你2025辛苦少一点，幸福多一点。愿你每一天都充满阳光，每一个明天都比今天更加灿烂。2025好运相伴，心中所想都能实现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